好，我是以令营养师，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我今天想要聊到的呢，就是这些蔬果干。现在有很多蔬菜跟水果通过快速烘干的一个技术作为零食。那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人对营养的意识是越来越强。那很多人知道饮食上面它不光只是让我们口感上面的一个满足，那食物还起到了一个对我们健康长期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一个食品公司，它也是在转型去做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个零食的一个选择。那像这一类的蔬果干，它是否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选择呢？我去研究了一下，这些食物它使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去快速的脱干，然后给食物一个比较香脆的一个口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些食品真的健康吗？那说到零食，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些传统高温油炸出来的一些薯片，还有包括一些膨化食品。那这些食物都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感，比如说像是比较香脆，所以说非常多的零食爱好者还是非常喜欢这一类食物的。那这些薯片和这些传统高温油炸出来的食物呢，可能对我们健康产生着一些风险。那我在这边呢，想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第一点，这些传统高温油炸出来的食物，它可能会带着非常高的油脂。那我们知道高油脂的食物，它会对我们健康产生非常多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它可能会长期增加我们的体重。第二点呢，它也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不仅如此呢，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些我们胆固醇的一个问题。那第二点，这些传统高温技术出来的一些零食，它里面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那这些反式脂肪酸，它可能会增加我们血液的低密度胆固醇，它也可能会降低我们好的一个高密度胆固醇。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特别有提到这些指标的一个解读，还有包括饮食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包括胆固醇之间的一些关系，大家可以去之前的视频看一下。那第三点呢，这些高温油炸的技术，它可能会影响食物里面的营养素。那作为一个营养师，我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食物它会对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好的一个营养素和一个好的影响呢？那通过这些传统高温油炸的技术，很多好的营养素可能会消失，特别是比如说像是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像是维生素 C、叶酸等等这些营养素。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传统高温油炸的食物，它可能会去增加食物的一些不好的成分产生，比如说 acrylamide 丙烯酰胺。说在饮食里面长期摄入这些成分呢，可能会增加健康的风险。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烹饪当中，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在高温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些成分存在。所以说当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烹饪的方式也会对食物产生一些影响。那第四个，在考量一个零食是否健康的情况下呢，其实它里面含有多少盐也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比如说盐对我们身体当然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但是其实有很多人是过度摄入盐的一个成分，长期在饮食里面摄入过高的盐呢，可能会增加一些慢性病的产生，比如说可能会带来高血压的问题。那比如说在一些薯片里面，我们看到100克里面的薯片，它可能里面含有400到500毫克的一个盐，相对于来说是属于一个很高的一个盐的一个来源。那还有一些薯片，它可能含有更高的盐，那比如说像是100克的薯片，它里面可能含有800毫克的盐，那是属于非常高一个盐分的一个来源。所以说我会尽量建议大家要非常的小心。那根据美国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推荐呢，钠的一个摄入尽量要低于1500毫克。那其实相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难做到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建议大家在选择零食的时候，也要尽量去选择一些低盐的一个成分。那接下来回到这些真空低温油炸的食物，是否相对于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呢？那我去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这些真空低温油炸的食物，它很好的做到了2点。第一点，它可以很好的降低油炸的温度。我们前面说到油炸的温度很重要，如果油炸的温度非常高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并且它会去伤害一些很好的一些营养素的一个来源。
第二点呢，这些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它可以在一个低氧的环境里面，让食物做到快速的脱水。所以说这些油炸的食物呢，它可以把温度大大的降低，并且是在一个低氧气的情况做到一个烘干的一个效果。那第二点呢，前面也有说到，因为它温度的一个降低，也希望可以去减少一些有害物质的一个产生。那至于它里面是否可以去保留很多好的营养素呢？我去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太多的一个研究数据。但是我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个研究数据，它去研究了一个真空低温油炸的芒果干。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一个研究表明。那比如说在这个研究数据里面，它研究了维生素 C， 还有包括像是 beta carotene 这2个营养素。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它是一个水溶解性营养素，那随着温度的上升，维生素 C 也开始快速的一个下降。那第2个营养素呢，就是贝塔胡萝卜素。那贝塔胡萝卜素呢非常有意思，它发现在90度到100度的时候，反而贝塔胡萝卜素增加了。那其中可能的解释原因是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它处于的位置，当热处理和脂质的存在的时候呢，反而增加了贝塔胡萝卜素的一个可及性。但是当温度再一次提升的时候，发现这些贝塔胡萝卜素开始快速的一个下降。那我们知道食物里面不仅只是微量营养素的一个来源，食物里面它还有多酚类物质，比如说花青素，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多酚类物质。那也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花青素对我们健康的一个益处，比如说它是有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可以降低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比如说像是癌症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等等。那有一个研究表明，在紫薯片里面，真空低温油炸的温度在120到130度之间，那相比于传统的油炸160到165度。真空低温油炸的紫薯片相比于传统高温技术油炸出来的紫薯片，它里面的花青素高出了60%。所以说温度的高低也会影响一个食物它里面的一个营养素的存在。所以说总结一下，真空低温油炸它相比于传统的一个高温油炸技术，它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如果把这些真空低温油炸的食物相比于一些新鲜的食材，比如说像是新鲜的蘑菇，还有包括新鲜的秋葵，那还是有一些营养价值上面的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像是这一款它的一个食材里面，它不光只用了蘑菇，它其实里面还加了油，它里面加了盐，还加了一些糖。那它里面的一些卡路里是明显的一个增加，比如说像是一杯里面它有260卡路里，它其实相对于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高脂肪的食物，它里面有14克的脂肪，其中7克是饱和脂肪酸。那14克的油脂是什么概念呢？14克的油脂差不多就是1汤勺的植物油。它里面有29克的碳水化合物，其中15克是纤维，它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纤维的食物。那里面有8克的糖，那相比而言，50克煮熟的香菇，它里面是24卡路里，它里面的总热量是明显低于零食的包装。所以说零食跟新鲜的香菇相比，所以说我还是会更推荐大家去选择一些新鲜的一些食材。那比如说大家在选择这些真空低温油炸出来食物的时候呢，也尽量建议大家一个量的一个把控，偶尔的一个食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比较了传统油炸的零食和相比于一些真空油炸的零食选择它们的优缺点，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